我这边就是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非常流行的锁骨法，有一点偏韩系这样子的厚重的外观，顶部的话有一些微层次，搭配一点点八字刘海。那当然刘海的话，其实设计的空间很大，你可以短刘海，甚至是没有刘海。我今天会这个发型我会分一半一半，一边的话呢，我会用我们最早期，大概是在80年代的时候，其实有一段时间在沙宣品牌里面有流行的一款叫做 Dishevelled Elegant， 就是第一这款发型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中发，那它中发又搭配了一个方形层次。然后另外一侧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2年最新研发的2分区，也是一个偏商业类型的款式，跟这个第一脸这个形状外观的话，其实它非常类似。首先第一的话，我们就是先把全部设定出来，在锁骨位置的长度，所以是在公仔头的白色塑料下来大概2个手指的长度都可以，直接自然垂落拉低，手指平行地面，梳子也平行地面，剪刀也平行地面，手指夹住发片剪一遍，然后再快速的用梳子梳到自然垂落方向，再修剪一次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的线条会更加的细腻一点。在外轮廓的这个位置上面，然后其实会有一点点层次，所以我们就用梳子梳下来之后，会稍微打磨掉它那一些多余的层次。就是你的身体站位一定要保持跟随着头发自然垂落的方向去移动，剪齐线条不是站定点哦。你会发现耳朵后面这个区域会变长。你再把耳朵后面这个区域拉到它的肩膀这个位置之后，把那个角去掉，作为前面的引导线，还是一样平行地面，身体站位就要站到它的侧边去修剪这条线，然后大概比对一下对称之后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线条的话，不单单是方形哦。如果你一开始已经设定好，我想要剪出一个比较偏柔和、优雅的那种形状的话呢，那可能我会建议你一开始的线条你就可以设定是一个偏圆形，后面长一点，前面短一点点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整个发型从前面看过去的话，会更有立体感。外线设定好之后呢，我们来进行分区。我现在先分享80年代 Dishevelled Elegant 这款发型的一个裁剪方法，很简单。我们先在耳后点垂直向上分出一个垂直分区。其实耳后点垂直向上的话，到顶部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前后的自然分线。前后自然分线我们分出来之后，我们从后区开始。后区我们会帮它建立出一个发型层次，然后是一个90度平行地面的发片，手指踩上去。这样梳出来，我们要保证发片平行于地面。然后呢，你会发现，其实这个发片一拉出来之后，它有非常多的引导线，每一根头发其实都可以作为引导线。越低的这个位置作为引导线的话，你的上面就越短，层次就越高。这种锁骨发的话，本身就很容易翘，所以呢，个人会建议就是一开始层次不要剪太多，大概都是会取到枕骨区以上，甚至是1个手指以上的这个距离的那一片头发作为我的引导，然后呢，每一片向前一片靠，手指跟你的手肘是肯定是要稳定的。所以呢，这一支我会在这个我的手肘上面的话，我会稍微往我的腰上面靠上去。梳发片的时候一定要扣紧这个发片，从发根梳出来，平行地面拉出。第3个分区靠往第2个分区就可以了，身体站位还是一样运动。我们的眼睛呢，其实可以从这个位置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观察到我们发片偏移方向。手指一定是在我们裁剪的这个分区线的内侧，手指会对齐这一边的这一条分区线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发片分出来之后，你会看到2条线，这边一条线，这边一条线。手靠位的时候，一定是对齐某一边的分区线，这里也是一样，4往3靠，就等于说我的手指会对齐第3片的那个分区线，在第4片就是最后的这个分区线内侧，确认我们每一束发片拉出来都是均匀张力。我们已经确认我们的发片偏移跟提升角度的时候，我们要定在这个点上面去剪，我们不要放下去啊，因为在这个当中的话，你流失掉你的力度啊。下一步，水平分区做一个交叉检查的动作，站定位，水平拉出来，检查是不是在一个平面的切口上。好，分出一个水平分区这个方形结构，拉出来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些头发都向后梳就可以，头位要低，因为我现在开始要进行高层次的，把前侧的头发向后集中过来。看到了我们这个刚才我们所完成的这个方形结构，
我们先进行连接。你接下来就跟着这个圆弧形的切口去修剪就可以了。那头骨来到了转角，它是不是开始慢慢的斜了？那我的手指、我的手位也开始慢慢变斜，就好像你跟着你的头型的形状这样去走就可以了。我们全部往后带之后，你会发现前面很长，比较重，没有问题。因为我们还有第3个步骤，修饰我们的脸型区跟我们的刘海区。安全起见，先不要分太多，因为我要把侧区的这个长度，包含前面的这个角，我要完全保留下来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三角区。再强调一遍，从头顶区最高点分到眉峰或眼角。这边呢，怎么样修剪呢？快捷的一个方式的话，就是一次水平拉往前，你可以剪一个方。如果你遇到一个偏扁平的额头形状的，拉高于90度斜线的切口，中间短，两边长，这样搭配下来，它才会得到一个八字刘海。再来第2种方法，可以用到垂直放射，那你人肯定就站侧区了。然后一样，这边设定完你要的一个外线之后，比如说我要在下巴，那我就拉这里去设定这个引导线，拉往前，你可以稍微的高于90度一点。记住，如果头骨扁平的人，比如说你的额头扁平的，全部靠中间就可以了。甚至是如果你怕剪完这边太短，你可以超过你的中分线，这边的头发过中分线拉到另一边来修剪。拉到另一边，你可以对准他的眼睛，也可以对准他另一侧的眼角，也可以梳下来。当然，我们要看它自然垂落的效果，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是不是就有一点点自然显现。有时候你会发现，如果你靠中间这个位置的长度太长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有时候我们吹完风，这个长度它会搭到这上面去，就觉得不好看，很多重量积累在这里。这个时候呢，身体单位就可以站到顾客的侧区，把发片自然垂落梳下来，大概带一点点堆积角度。这边有一个角，看到吗？就拉低之后去掉这个角，整个切口稍微的打磨的圆润一点点就成了。这边就是我们不连接的一个裁剪技巧。前面找到转角退化点，贴在它的头皮上面呢，梳子保证是垂直地面的状态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分出来这条线肯定会是平行地面。找对位置之后，记住，如果我们这边是一个标准的中分线在这区的话，从耳朵顶部这个位置测量到我们的分区线的位置，这段距离会等于这里到中心线啊，就是我们的中分线上下各半，这就是你的标准的 U 字形分区的一个大小分配。来到了后区，耳后我把它称为后区啊，你可以把它微微下分下来。前面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马蹄形分区的一个位置，但是后面不行，因为待会我们有不连接，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后区有足够的发量去覆盖在这里。这样的话呢，后面呢才不会太飘。这个区域啊是会介于发旋枕骨的中间，大约在这个位置，最好也不要低于中心线，就是低于它们两个的中间。然后什么时候垂下来，就是从耳朵后面开始往下垂下来，然后要带圆弧形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它的覆盖才会均匀。而我们的2分区分出来之后，从前面开始，保持我的外线，就是让头发掉下去之后，拉高于90度，把上面的角去掉。这样的话，这里会立刻产生层次。这边可以随头型修剪。然后呢，再来第4这个位置，如果你害怕这个区域太薄的时候，当然了，你的第4片也可以靠往第3片，开始慢慢去增加它的长度。到了耳朵后面之后，要有靠位咯。你看，我现在是5靠4咯，我后开始靠位就是向前一片偏移。我要保留它后脑勺的重量。如果你要轻一点的话，反而你要稍微的拉低哦。拉低剪哪里？剪这个角，这个角你稍微的做一个动作。头顶部呢，我们要让它直接出效果，有几种方法跟大家分享。那头顶部的话怎么裁剪？头顶部的话，引导线来自哪里？引导线就来自于外线。你要保证你的头顶部剪完之后，后面还能够覆盖到外线哦，不然的话，你外线的部分会流失掉亮感。之后顾客会跟你抱怨头发怎么回去很容易翘，所以你拉高之后，你是不会剪到底下的头发。这一个角开始去掉，去连接所有的头发。我们会走一个圆，也就是一个均等。方法有一点挑战，把这一区找到引导线之后，垂直发片，把所有的头发全部靠往后。那全部靠往后之后，前面就会变长。从前面设定你要的刘海，再把所有头发再往后看。最后中间会有一个角，你把那个角用点卷的方式打磨掉就可以。其实方法会跟另外一边会有一点类似。好了，这边的话呢，跟各位演示一下垂直
分区，身体站位的话就站反边，就是剪这边，站这边，拉起来，这就是引导了。这个不能剪，这个地方可以剪。先往后，往这个方向，头皮90度拉起来，逐渐的拉高，剪一个圆弧的切口，跟着头型移动，身体站位也是，放长，再往前带，再挪动。就是把所有的话拉到中间，就拉到中分线，然后呢进行一个均等剪裁就可以了。那你如果刘海想要再短一点的话，跟另一边的方法一样，单独的把刘海区分出来，然后把它剪短。这边的话呢，我就用另一个方法去裁剪刘海，斜后分区哦。你可以剪方，可以有一点带斜线，稍微拉高哦，逐步提升。梳子由下往上提起来，帮助你做提升的这个动作。看这边。我们两边都吹完风了哈，带着大家来看一下，它两边的那个效果到底区别在哪里？长度都是一样啊，也是一样搭配的8字刘海。这一侧的话呢，它的整体的表面上面的话呢，是一个低层次，它是一个隐藏式的不连接，所以代表着它的层次是表现在里面这一层。所以呢，它里面这一层短，它会有一个支撑能力，支撑在这个点上面，所以这边我们可以保持的是一个低层次状态，但是呢，内层的话呢，会去起到一个支撑作用，所以呢，能够让这个发型去维持一个圆润的轮廓，同时间表面上面它是一个立体效果，所以保持头发光感，同时间又有立体感。它的长度顶部是长的，所以这个位置它会保持亮感，所以它稳定性也会比较高一些。看一下另一侧，外线还是厚重。然后呢，我这个位置我没有去角，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，它保持一个方形的外线哈。这边的刘海比较短，所以它的外观很清晰、很明显。那它跟另外一边区别就是在于它表面上面是有层次的，所以呢这一边的话呢，它的纹理造感会比较明显一些。有一些顾客的话，他希望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纹理感、造型感，顶部能够更加的蓬松的时候，他不要求的是这种光感质地、低层次、好打理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考虑用到这个方法。当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呢，它的一个轮廓的话，可能也会更直接的表现出这种立体感。发型师哦，如果说你们有机会呢，用到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跟组合的时候呢，你要注意到的就是顶部的这个层次，千万不要走太短。因为这个位置如果太短的话，它如果落到两侧，它会变成底下是低层次齐线条，上面的层次它的覆盖只覆盖到整体长度的一半的位置，这样很容易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啊？这边因为长度掉下来之后，它会挤压到这个点，这里的头发很容易向外翻翘，形状轮廓会变成这里凸，中间凹，发尾翘出来。这就是较容易出现的一个现象。好，覆盖下来之后呢，至少要在整体的一个3/4以下。后区的话，我们可以增加它的饱满度、立体感，但是呢，两侧不能是高层次，后面层次可以多，前面的层次不可以太多。两种方法表现的方式不一样，好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